欢迎来到汉语慢时光，在这里，我们一起用一种轻松、温暖、没有压力的方式，慢慢走进中文，走进生活。我会带你从最日常的小事开始，比如吃早饭、坐地铁、搬家、看医生、逛超市。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，让你听懂中文，也听懂生活里那些常被忽略的小细节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超市其实特别神奇？看上去就是买东西的地方，但走进去之后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、商品、味道，甚至是心情。不同时间去，不同心情去，不同天气去，感觉都不一样。所以今天我想陪你一起从早上开始，慢慢的、不赶时间的去逛一次超市，就当是和朋友一起散步，也顺便学一点生活里的中文。那天早上，我是被一阵阳光照醒的，不是那种刺眼的阳光，而是柔柔的、暖暖的，从窗帘的缝隙里钻出来的那种光。我睁开眼，看到天花板上那一小块亮得有些模糊的光影，心里突然觉得今天好像可以做点轻松的事情。也许是心理暗示吧，有时候人醒来时的第一秒钟已经决定了那一天的节奏。我伸了个懒腰，坐起来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，冰箱里好像空的可以打回声了。昨天忙了一整天，回到家只喝了杯水就睡了，连打开冰箱的力气都没有。我蹲下来拉开冰箱的门，里面只有2瓶水，一盒快过期的酸奶，还有一根好像已经变形的胡萝卜。我盯着那根胡萝卜看了5秒钟，忍不住笑了。算了，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我不吃你了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应该去一趟超市了，但不是那种匆匆忙忙只为填满冰箱的逛法，而是慢慢地走进去，让自己先被水果香味治愈一下，再让五颜六色的包装填满视野，顺便观察一下周围的人，看看大家都在买些什么。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，一边喝一边想，今天就当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冒险吧。既然要录播客，那就好好体验一下过程。生活的素材不都是这么来的吗？我换好衣服，背上环保袋，出门的时候还踢了踢门口的鞋柜，让自己确认一下。是的，决定好了，就是超市。楼道里很安静，偶尔能听到楼下小朋友的笑声。我下楼的时候看到一位奶奶正提着绿色塑料袋往上走，里面装着几根大葱和一包豆腐。她看到我还亲切地说，出去啊。我点点头，去超市。她笑了笑，趁早去，不急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奶奶这种简单的生活智慧其实很值得听众学。比如趁早去，不急，不仅是生活经验，也是特别地道的中文表达。我走出小区，外面的空气里带着清晨特有的温度，不像晚上那么凉，也不像中午那么热，就是一种让人感觉舒服的温度。街道旁的小卖部已经开门了，老板正在搬箱子。路边还有一个小摊，卖的是新鲜的油条和豆浆，那香味呀，真的会让人瞬间饿2倍。我想了想，今天的重点是超市，不是早餐。但我的肚子非常不服气地提醒我，
你确定？我犹豫了2秒钟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毕竟逛超市的时候，空着肚子，看什么都觉得特别有吸引力。这其实也是一种购物策略。我慢慢走到路口，那家超市离我家不算远，大概10分钟的路程。不过，这路上的风景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你能看到真实的生活。骑电动车的上班族，牵着狗散步的叔叔，买菜回家的阿姨，推孩子的小车，还有那种特别着急但不知道自己在赶什么的人。看到这些，我心里总会浮现一种感觉：中文就是在这种普通的生活里长出来的。走着走着，我到达了超市门口。那扇玻璃门反着阳光，让超市看上去比平时更亮。门边站着保安大叔，每次看到我都会点头，他今天也没有例外。我也点点头，算是打招呼。我推开门走进去的一瞬间，冷气从脚底一路窜上来，爽得我差点原地清醒3倍。耳边立刻响起熟悉的音乐，是那种永远都在播放，永远不太好听，但永远不会关掉的音乐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每次听到这种音乐，我都会轻轻地叹一口气，然后进入一种奇妙的购物状态。也许这就是超市的魔力。一进门，最先看到的永远是水果区，也许是因为它颜色多，也可能是因为这是最能吸引人心情的地方。红色的苹果，金黄色的香蕉，绿色的葡萄，还有那种被水雾喷得亮亮的橙子。我不由自主地往那边走，就像所有人一样，哪怕不买也要先看看。我拿起一个苹果，轻轻捏了又捏，又放回去。这动作我其实完全不懂，但为了看起来像是懂行，我还是每次都这样做。旁边一个阿姨看着我，突然笑着说：“挑苹果呀，看颜色，看光泽，看手感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像学生被老师当场抓住不会的题。我点点头，对，我在学习。阿姨特别热情，年轻人啊，要多吃水果，这个季节的苹果挺甜，你试试这个。她真的给我挑了一个，我接过来，像拿到了某种水果界的官方认证。我继续往前走，看到葡萄那边排了好多人，我心里忍不住想，是不是大家都有一种奇怪的本能，就是看到有人排队就会觉得那里的东西更好。我也靠过去看了一眼，原来是今天特价，难怪那么多人。继续往前走，是蔬菜区，那种绿色的摆放让人莫名安心。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买水果的人通常比较放松，但买蔬菜的人总是特别认真。他们会弯腰、翻开、拿起、放下，一副今天我一定要选最好的样子。我站在那边看了2分钟，竟然有一点被他们的认真感染了。我拿起一颗生菜，看了看包装，上面写着新鲜采摘。我凑近闻了一下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但就是感觉它看起来很干净。我把它放进购物篮，心里安慰自己，健康生活从一颗生菜开始。我继续往里走。这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每次逛超市的前半段，我都特别喜欢。那种漫无目的的随意观察的感觉，让我觉得很放松。
而且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中文学习点，超市里的标签其实特别适合练中文，比如新鲜、特价、限时优惠、会员价、限购2件等等。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但很难在课本里学到的词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可能真的会很有趣。我提着篮子继续往前走，超市里那种冷气与背景音乐的组合，让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安全感，好像只要推着购物篮在里面绕一圈，你的烦恼就会被自动消毒了一样。尤其是当你慢慢走、慢慢选、慢慢看那些标签的时候，会觉得生活突然变得轻松起来。我走到土豆和胡萝卜区时，看到一个小男孩正非常认真地挑选胡萝卜。他妈妈站在旁边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随便挑2个就好啦。”小男孩皱着眉头：“不行，这些不够值。”我听到这里忍不住笑了。没想到一个小男孩挑胡萝卜的标准居然是值。他突然抬头看到我，可能觉得自己挑菜被我听到了，有点害羞。我冲他点了点头，小声说：“挑得挺好啊。”他瞬间露出特别自豪的表情，举起一根胡萝卜给我看：“你看，这根就很值。”我看着那根胡萝卜，心想，确实很值，甚至直到让我有点佩服他这个标准。他妈妈无奈地笑笑：“小朋友的标准，你懂的。”我点点头，我懂。但我心里其实在想，原来胡萝卜还有值和不值这种评判方式，学到一个新的生活知识。我继续往前走，来到调料区。我发现调料永远是最能让人冲动购物的地方，因为你会突然觉得自己以后肯定会做某一道从未做过的菜。比如看到辣椒粉，就会幻想自己做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；看到孜然，就开始想象自己能做烧烤；看到意大利香料，又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变成会做意大利面的那种人。但实际情况一般是，买回去之后，这些调料会在橱柜里待上半年，你也不会记得当初买它们时的自信心有多强。我站在调料区前，看着一排排瓶子，脑子里突然出现那个经典的中文表达：眼花缭乱。这4个字真的很形象，眼睛都花了，头都乱了。我随手拿起一瓶生抽，仔细看了看。旁边一位大叔也在挑生抽，他看我盯着瓶子看得那么认真，忍不住说：“这个不错，回家炒菜味道很好。”我点点头，把它放进购物篮。然后大叔又补充：“我买它10年了。”他那语气里带着一种忠诚顾客的骄傲。我顿时觉得自己像被某种神秘力量说服了。既然大叔都买10年了，那我也买吧。我往前走到方便食品区，这里永远是年轻人最多的地方。方便面、火锅底料、即食饭、速冻饺子。我看到一个女生站在担担面那一栏前，看了10几秒钟，然后叹了一口气，算了，不吃宵夜了。但她说完之后，又默默拿起一袋。我看着她的动作，突然非常理解。生活里有些时候，你嘴上说不吃了，
但手已经替你做出了决定。我也拿了2包方便面，不是因为我一定会吃，而是因为他在家里待着，会让我觉得心里有安全感。这种心理，我相信世界各地的人都懂。继续往前走，到了零食区。零食区永远像一个小型乐园，颜色明亮，摆放整齐，包装好看，但也最容易让人迷失自我。尤其是当你看到新品尝鲜、限时优惠、买2送1这些字的时候，你的理智通常会瞬间消失。我站在薯片那一栏前，看着各种口味，原味、番茄味、海苔味、烧烤味、麻辣味、新奥尔良味。我突然意识到一句特别真实的话，在超市里，薯片的味道实际上比人的选择还多。我正在纠结买哪一包，一个女生从旁边走过来，拿起一包海苔味的薯片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这个真的很好吃。”我愣了一下，“真的吗？”她点点头，“真的。”她说完就走了，完全不给我拒绝的机会。我看着那一包海苔味薯片，犹豫了1秒钟，然后我也拿了一包。我心里忍不住笑，陌生人的一句好吃，竟然比广告还有效果。我继续往下走，来到冷冻区。冷气从玻璃柜里飘出来，凉得我忍不住缩了缩肩膀。我看到一位叔叔正在选饺子，结果玻璃柜门怎么拉都拉不开。他拉了3次，说：“哎，这门怎么这么沉？”我刚想过去帮他，结果他第4次一拉，门开了。他转头对我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中文：“这门就是欠儿劲儿。”我笑得差点没拿稳我的购物篮。这种方言式的表达真的很有趣。欠儿劲儿就是不太顺手的意思，但听起来特别有画面感。走着走着，我停在酸奶区前，这也是我每次逛超市必纠结的地方，因为酸奶种类太多了，脱脂、全脂、益生菌、高蛋白、无糖、低糖、水果味、原味。我看着它们，突然想起一句特别有用的中文表达：选择困难症。这个词真的很贴切，因为每次站在酸奶区，我都会被选择困难症攻击的特别严重。我看了几分钟，还是拿了最普通的那种，心里想，有时候越简单的选择越让人安心。我推着购物篮继续走，来到饮料区。饮料区永远是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我看见2个学生模样的人在讨论哪种饮料好喝，一个说：“这个咖啡好喝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不，这个奶茶好喝。”然后他们看了彼此2秒钟，默默地把2种都放进购物车。我心里默默感叹，年轻真好，有选择也有味。我也拿了一瓶矿泉水，然后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往前走。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当你逛超市时间久了，会进入一种超市冥想状态。你不会特别思考你在买什么，而是顺着感觉走，听音乐，看颜色，看人，看商品，就像在做一场很长的、很安静的散步。我继续往前走，突然听到广播放了一句特别熟悉的话：“今日特价区在右侧，请顾客朋友们前往选购。”我听到特价2个字，条件反射地转头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
哪怕我并不需要那些东西，只要听到特价，我的脚步就会自动往那边移动。这可能是全人类共同的反应。我坐在那张木椅上，面前是那只蓝色的保温杯，它静静地躺着，仿佛也在等我进入状态。我摸了摸它的外壁，微微的温度让我立刻感觉到一种生活正在发生的味道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生活需要大事件才能构成故事，但并不是，反而是这种不起眼的小物件、小瞬间，才真正构成了某一种能让人记住的轨迹。我轻轻喝了一口温水，感觉身体里的某个节奏开始慢慢启动。这种节奏让我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小事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我喜欢研究一些很生活化的事情，好像只要稍微观察，就能在普通的一天里发现一个新的中文话题。昨天我在小区里散步，本来只想动动腿，结果却被一只黄色的小推车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家住在1楼的阿姨摆出来的小摊，她每天傍晚都会用这个小摊车卖些简单的小吃，比如玉米、番薯，还有几种蒸点心。我停下来时，刚好她正在给一个小孩装刚蒸好的红薯。那股香味一下子就钻进鼻子里，甜甜的，暖暖的，带着一点蒸汽特有的朦胧感。那种味道并不是特别惊艳，但很扎实，很安心。我看着那个小男孩接过纸袋，小手被热气烫到，缩了一下，又忍不住继续抱着。那种忍不住的可爱让我忍不住笑了。阿姨看我站在那儿，也笑着问：“来个红薯吗？今天的特别甜。”她这个特别甜，不是夸张的那种，是带着一种我自己尝过确实不错的笃定语气。于是我点点头说：“那就来一个吧。”他把红薯递给我的时候说：“这个小的好吃，粉粉的。”粉粉的，你看，就是这种词，简单朴实，但却把口感描述得非常到位。中文里形容食物有太多这种很生活、很真实的词，什么糯糯的、咸香、脆脆的、化开了，有嚼劲儿。你甚至不用专业词汇，就能把味道形容得很传神。那一刻我就觉得，或许下一期播客可以讲讲这些词，让学习中文的人理解中文里这些听起来像孩子话的形容，其实是语言里最有温度的部分。但那毕竟是昨天的灵感，昨天的故事。而今天我坐在这儿，又突然觉得我想讲另一件事，更能体现生活里的中文，也更能展开成一个完整的一期节目。它不仅和生活有关，也和人与人的关系、沟通方式，甚至文化差异有关。那件事其实发生在我前2天去附近的家政服务中心时。你知道，在中国生活，你一定会遇到各种阿姨，楼道里的清洁阿姨，小区门口的值班阿姨，帮你打扫卫生的家政阿姨，还有偶尔来家里维修的维修师傅。虽然不是阿姨，但他们和阿姨体系一样，都是生活里的重要角色。
他们的语言风格非常具有中国味道，甚至可以说，想真正理解生活里的中文，你必须懂阿姨语言。那天我去家政服务中心，是因为想预约一次家庭清洁服务，不是因为家里脏得不可救药，只是因为最近采访、写稿、准备播客的事情有点多，家里堆了不少小东西，我看着也有些烦。于是我决定请人来彻底整理一下。家政中心的门口挂着一个粉蓝色的布帘子，上面绣着“家好服务”4个字，手工味很浓。我走进去的一瞬间，就听见里面2个阿姨正在大声聊天，声音大到你会怀疑她们是不是吵架，但事实上，她们只是普通聊天。中国阿姨的聊天方式就是这样，带着一种我说话我自豪的气势，语速快，音量高，情绪饱满。和他们聊天，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冷场。我走进去的时候，阿姨突然安静了1秒，然后立刻用那种非常热情的口气问我：“来做啥呀？”我解释说想预约清洁，他们立刻互相对视了一下，像是迎来了一个什么大的任务一样。其中一个阿姨对另一个说：“小李，这个你去不去？他家看着应该不乱。”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他们已经开始自动分析我的生活习惯。你看人家穿的挺整齐的，应该不是乱糟糟的那种。而且他说最近忙，那就说明平时自己收拾的挺好，只是暂时没空。对，我觉得他家应该挺好收拾。我站在那儿，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当面讨论的商品，有一点好笑，又有一点不好意思。其中一个阿姨转头问我：“你家多大？”我说：“60多平。”她立刻说：“那小李去就行，小李动作快，干活利索。”小李阿姨挠挠头，笑着说：“行，那我明天早上给你做。”确认完地址、时间、价格以后，我以为事情结束了，然而并没有。阿姨们开始给我贴心地提供一系列建议，从如何打扫、怎么摆放东西，到你那个电水壶要不要换了，看着旧了点，还有你鞋柜是不是太满了，鞋子太多了脚会累。我听到这里的时候甚至有点愣住，鞋子太多跟脚累有什么关系？但阿姨非常认真地解释，鞋太多，你每天选鞋的时候要弯腰，要想，费脑子还费腰，累呀。我差点笑出声。你看，这就是典型的阿姨逻辑，听起来好像不完全科学，但又有几分道理。我离开家政中心的时候，心情出奇的轻松。那种感觉不是因为清洁服务本身，而是因为阿姨们那种热情、直接、永远在关心你的态度，让整个过程变得特别有人情味。那种我管你一下的表达方式，恰恰是很多外国朋友最难理解的部分。但也正是中国式人情最可爱的地方。走出家政中心后，我边走边想，这一期播客如果围绕阿姨文化、生活服务、街坊邻里和中国语言里的热情表达方式展开，或许比单纯讲词汇更有趣。今天一路的经历，听上去可能只是散步、买橘子、翻旧书、看街景，
但对我来说却像是过了一遍小型人生。我学到的词不只是什么新鲜、碰巧、慢走，更多的是一种节奏，一种生活的节奏，一种用中文去感受世界的节奏。我提着橘子往家走的时候，心里竟然生出一点点开心的期待。这些小事其实都值得讲给你们听，因为你们在听的不只是语言，不只是表达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在中国生活时的每一次心跳，每一个困惑，每一点小小的满足。而当我把袋子放下，关上门，脱下外套，深呼吸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原来是最治愈的，不是我去了哪里，看了什么，买了什么，而是我愿意把这些小小的瞬间带回来和你们分享。如果说中文是工具，是语言，是词汇，那生活就是它最好的老师。今天的这段生活就这样慢慢走完了，我也希望你听完之后，心里能有一点轻松，一点温暖。下次再和我一起，在这个世界里用中文走一走，看看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小美好。这里是汉语慢时光，我是王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